一支体积小到能放在马克杯里的超广角镜头，谁还能拒绝呢？能拍星空的16毫米2.8大光圈，67毫米的通用滤镜。腾龙这支刚刚发布的16到30毫米超广角变焦镜头，对于索尼的 E 卡口，尤其是尼康 Z 卡口的用户，绝对是一个好消息。那对于捷伏的用户呢，它的视角相当于26毫米到45毫米，应当也会有不少人喜欢。大马猫本环球跑东一脚西一脚，今天是来塔斯马尼亚测试腾龙新出的镜头1630 2.8 G2 镜头。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教你句中文吧。你说大哥大嫂过年好，看镜头呢，说你呢，我这 vlog 呢。新镜头，你就不动心吗？腾龙这几年做了不少遭到人欢迎的镜头，像今天这支镜头开发型号是 A064， 是腾龙 DS3 VXT G2 系列中最新的一支。它的做工跟腾龙之前评价的不错的2875 G2 好像70180 G2 同源。防尘防水滴的设计，手感呢也一样，有非常清晰的对焦还有变焦的反馈。说说它的性能表现吧，毕竟是一个广角镜头。先说镜头的锐度，我用的是索尼 A93 骑行测试，光圈2.8全开拍摄。主观感受呢，觉得这支镜头拍摄的画面非常的干净，拍动物、拍鸟、拍环境都觉得丝丝入扣，这个丝毫毕现。而且这种画质的精细呢，它是从画面的中间一直到画面的边缘完全覆盖也对啊，这都2025年了，镜头的锐度这事儿就不应该让用户再操心的问题。我拿它跟索尼的 G Master 的镜头做比较在不同焦距下不同光圈的表现，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光圈全开的时候，腾龙的1630的锐度不输给索尼的 G Master 1635，甚至在边缘部分分辨率还要表现比索尼还要好这两支镜头的对比，我把光圈收到这个 f5.6 的时候，但是能看到索尼 G Master 的锐度会比在 2.8 的时候有明显的提升，但是那个腾龙的锐度光圈在收小以后呢就是会能看到提升，但是不明显。然后呢，再把光圈收到 f11， 直到光圈最小的 f16， 分辨率和细节反差呢，我觉得各个光圈表现差不多。所以呢，我觉得使用这支镜头，我觉得不用追求所谓镜头的最佳光圈，根据环境的明暗来决定您需要什么光圈就拍什么吧，我觉得都差不多。镀膜，人们对于画面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色彩而不是锐度。画面我是觉得浓郁，而且画面非常的干净，该亮的地方亮，该暗的地方暗。我觉得这取决于镜头的玻璃的质量还有镀膜的功率。腾龙的这支1630，我是在特意拍了一些纯逆光还有侧逆光的画面，在顶着阳光拍摄的时候，光线是那种很自然的弥散开，并没有明显受到污染，这个就是眩光污染到暗部。色彩表现呢，可以说是很牛逼了，可以说是。这不是乱讲因为我测试这支镜头正好去参加索尼澳大利亚1年1度的创作者聚会，而且有机会拿着各种各样的 G Master 镜头跟他一起做测试，我觉得在色彩表现上真是不分伯仲。这个生蚝塔斯马尼亚特产，这边的生蚝因为水质很好嘛，所以生蚝是非常非常鲜，而且特别肥的大家伙。哇，太又鲜又肥，来塔斯马尼亚朋友一定要尝尝这东西，就像冰激凌一样，海鲜味的冰激凌，知道吗？顺着你的食道咻就滑下去了。变焦。镜头是内变焦，当然了，它也是内对焦。在没有这个变焦这个镜筒伸缩的时候，我觉得这对于全天候拍摄的风光摄影师绝对是加分项。内变焦也省去了繁琐的这个稳定器上调频。我知道对焦速度和准确性更多是由机身决定的。我放在 A93 上拍摄，像拍摄微距的时候不跟丢，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So females will have the belt. 有多少人认识这个小家伙 ？Not many people can recognize this little. 紫边的表现，说实话没怎么发现。起码呢，我在刻意刁难它的一些测试中，像拍摄树枝、像这个逆光，还有像金属栏杆这些，完全没有说注意有这种紫边的现象。要说星芒，这星芒就算了吧。
聊胜于无。腾龙的1630最小光圈到 f16，光圈收到 f11的时候呢，开始有星芒的闪现，也只能说是有，但绝对谈不上是好看。那说说这支镜头的缺点吧，我觉得就是镜头的畸变，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支镜头最大的一个目前发现的缺点。一般来说呢，变焦镜头它肯定会有畸变，腾龙这支镜头的畸变是在我的主观印象里边比其他的这种变焦镜头可能要明显那么一点点。16毫米的超广角它有那种鼓形的畸变，然后变焦到20毫米左右呢，这种畸变基本变得最小，差不多是横平竖直，但是超过20毫米以后呢，又开始出现枕形畸变。如果您是建筑摄影师或者室内摄影师，那您用这支镜头就要思想准备了。但呢，我也理解腾龙的意图，是只要把这支镜头体积做大，畸变呢就很容易控制。但是呢，我宁可希望它保持67毫米小，而且跟其他镜头通用的滤镜尺寸。毕竟呢，比如像我用视频运镜拍摄，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畸变，而且在拍摄平面照片的时候呢，我也很方便可以在后期能够修正，也还好。那另外一个缺点，我觉得说是遗憾吧，谈不上缺点，就是没有 VC， 就是它的光学防抖，要依赖机身的防抖，但大多数情况用索尼自身的机内防抖呢，也应付得过来。出去旅行谁也不想带这么一大家伙，对不对啊 ？Vlog 的话，如果腾龙的这支1630，我觉得作为 Vlog 它还是挺有优势的，因为它体积够小，真的是可以放在手掌心里边一支小的镜头，体积比之前的1728稍稍大那么一丢丢，但是呢，也在同类里边算是真的是很轻了。焦距的话，我觉得作为 Vlog 来讲，你看一个 B 斩，我现在用的是16毫米，我给你看一眼啊，它的焦距，然后这是变到30。大脸照是不是有点太近了？我一般大概放在20毫米左右，18毫米，这是用起来比较舒服的。这是个测微距的好地方啊。好吃是吧？老镜头啊。腾龙1630 G2 的这镜头的出现，我觉得索尼的用户给系统配镜头，那就有更多的组合可以使用了。比如像1630加上2875，再加上70180这种2.8大光圈干活的大三元，或者说呢，您可以把70180换成50140，变成一个很完美的旅行的组合。如果你要是想拍活动、拍现场、拍人文这些照片，那我觉得用2个机身，各挂一支1630，还有一个35150，我觉得很方便，而且也很全面。那么问题来了，您觉得这支镜头多少钱合适？上市的时间呢？我被告知大概是在8月份，在澳洲的售价大概是1800澳币，大概也就是9000人民币左右吧。确实比当时它上一代1728的时候价格要高那么一丢丢，但是这几年的物价涨幅你也知道啊。但是你这么想，如果以它的性能跟其他对比竞品来看，您觉得它这价格合适吗？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开箱一下腾龙的新广角镜头1630，非常有竞争力。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芒我稳，咱们下期再见。